原则是瑞达利欧 Ray Dalio 的一部著作，他深入探讨了作者在投资、管理和生活中所遵循的原则。以下是书中的一些重点。真实的自我认知。达利欧认为，了解自己，接受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并在决策中客观看待自己是成功的关键。他提倡真实的自我认知，并通过反思和反馈来不断改进。建立透明的文化。在组织中，透明度是关键。达利欧认为，建立开放、坦诚的文化能够促进团队合作和创新。透明的信息流通有助于避免信息不对称和促使所有成员更好地了解整体情况。追求卓越。达利欧强调，在追求卓越的过程中，要接受失败并从中学习。他认为，错误是进步的机会，每次失败都是通往成功的一步。系统性思考。达利欧倡导系统性思考，即把事物放在更大的背景中去理解。他使用机器 machine 的概念，强调建立有效的工作机制，使组织能够更好地运转。风险管理。在投资领域，达利欧强调了风险管理的重要性。他提倡分散投资，以减轻因某一领域或资产表现不佳带来的损失。理解周期性。达利欧认为经济和市场都是周期性的，理解这一点对于投资和决策至关重要。他通过研究历史来预测未来的走势，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成为问题解决者。达利欧强调要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仅仅是应对问题。他认为，面对挑战时，要善于思考，寻找解决方案，并将这种思维方式融入组织文化中。演化和学习。达利欧认为一切都在不断演化，包括组织和个人。持续学习，不断适应新环境是取得长期成功的关键。这些原则构成了《原则》一书的核心。作者通过分享自己在投资和管理方面的经验，提供了一套在复杂世界中取得成功的原则和方法。在原则中，瑞达利欧强调真实的自我认知是成功的基石。以下是关于真实的自我认知的一些详细描述。接受自己的优势和劣势。达利欧认为，真实的自我认知首先涉及到对自己的优势和劣势的诚实认知。他鼓励人们正视自己的强项，利用这些优势，同时也要坦诚面对自己的短板，寻找改进的空间，寻求他人的意见。达利欧主张在建立真实自我认知的过程中，寻求他人的意见和反馈是至关重要的。他认为，通过倾听他人的看法，可以更全面地了解自己的表现，并获得宝贵的建议。学会从错误中学习。真实的自我认知包括对自己犯错误的诚实面对。达利欧认为，每次失败都是学习的机会，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不断改进和提升。建立反馈机制。为了更好地了解自己，达利欧强调建立反馈机制的重要性。这可以包括定期的绩效评估、360度反馈，甚至是个人日志的记录。通过不断收集信息，个人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的行为和影响，调整策略和决策。达利欧认为，真实的自我认知需要在实践中持续调整和改进。当你意识到某个决策或策略不起作用时，要勇于调整，不断寻求更有效的方法，避免自我欺骗。达利欧提醒人们警惕自我欺骗，避免因为自尊心或其他原因而逃避真实。只有当你真实地看待自己，才能做出更为明智和有效的决策。
通过这些方法，达利欧鼓励个人建立一个坦诚的自我认知模型，从而更好地应对挑战，取得成功，并在个人和职业生涯中不断成长。在原则中，瑞达利欧提出了建立透明文化的理念，强调组织内部的开放沟通和信息分享。以下是关于建立透明文化的详细描述。信息分享和传递透明。透明文化的核心是分享信息。达利欧认为，组织中的每个成员都应该能够访问必要的信息，以便更好地了解组织的运作、目标和决策过程。这有助于避免信息的不对称，使整个团队在同一信息水平上运作。开放的沟通渠道。透明文化要求建立开放的沟通渠道，包括会议、内部社交平台、邮件等多种方式。这样，员工可以自由地分享他们的想法、问题和观点，促进更好的协作和创新。鼓励批判性思维。透明文化不仅仅是信息的传递，还要鼓励批判性思维和建设性的反馈。员工应该感到自由表达对决策的异议，并提出改进建议。这种开放的文化有助于组织更好地适应变化和迎接挑战，建立信任。透明文化有助于建立信任。当组织向员工展示其运营和决策的透明度时，员工更容易相信组织的目标和价值观。这种信任是团队协作和绩效提升的基础。共享成功和失败经验。透明文化要求组织不仅分享成功的经验，也要勇于分享失败的经验。这有助于整个团队学习和成长，同时减少重复犯同样的错误。设立明确的价值观。透明文化需要建立在明确的价值观基础上。组织应该明确并强调哪些价值观是不可妥协的，以确保员工在决策和行为中能够与组织的核心价值一致。通过建立透明文化，组织能够更好地适应变化，提高创新能力，并创造一个更加开放和信任的工作环境。这有助于团队更好地协同合作，达到共同的目标。在原则中，瑞达利欧着重强调了追求卓越的理念，这涉及到个人、团队和组织层面。以下是关于追求卓越的详细描述。接受失败并从中学习。达利欧认为，追求卓越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面临失败，然而，他强调失败不是终点，而是学习和改进的机会。接受失败，认真分析失败原因，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是追求卓越的关键。设定高标准。追求卓越要求个人和组织设定高标准。达利欧鼓励人们追求卓越不仅仅是满足最低标准，设定高标准有助于激发创新和提高绩效。不断自我挑战。追求卓越需要不断挑战自己的舒适区。达利欧建议，要在不断挑战和逼迫自己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优势和弱点，以实现更大的成长和提高。注重绩效评估。追求卓越需要建立有效的绩效评估体系。组织和个人应该定期评估自己的表现，识别出哪些方面可以改进，从而更好地实现卓越。持续学习。达利欧认为，持续学习是追求卓越的关键。个人和组织应该保持对新知识和技能的敏感性，不断学习并将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实践中。注重创新。追求卓越需要保持创新的精神。达利欧强调，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创新是适应和取得成功的关键。鼓励团队成员提出新想法，并为实验和创新提供支持。
设定明确的目标。达利欧建议，为了追求卓越，个人和组织应该设定明确、具体、可衡量的目标。这些目标应该与个人、团队或组织的愿景和价值观一致。与卓越的人合作。达利欧提倡与卓越的人合作，因为这有助于激发个人和团队的潜力，推动整体的卓越表现。通过这些实践，个人和组织可以更好地追求卓越，不断提高自身的水平，取得更为显著的成就。在原则中，瑞达利欧强调了系统性思考的重要性。系统性思考涉及将事物放在更大的背景中理解，并考虑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下是关于系统性思考的详细描述。全局观念。系统性思考强调全局观念，即不仅仅关注事物的局部或个别方面，而是将其放在整体的背景中看待。这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问题，避免片面的解决方案。理解相互关系。系统性思考要求考虑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达利欧认为，只有深入了解各个元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才能更好地预测系统的行为和效果，建立有效的工作机制。达利欧使用机器 machine 的概念，强调建立有效的工作机制来推动组织的运作。这包括明确的流程、角色分工、决策规则等，以确保整个系统能够协同工作。综合不同视角。系统性思考要求综合不同的视角和观点。达利欧鼓励团队成员分享他们的看法，并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以便更全面地理解系统的运作。时刻更新认知。由于环境和条件不断变化，系统性思考需要时刻更新认知。达利欧认为，持续的学习和适应是系统性思考的一部分，以便更好地应对变化和不确定性。对反馈的敏感。系统性思考强调对反馈的敏感性。了解系统中的反馈机制有助于更好地调整和优化工作机制，以适应变化的条件。预测和归变。达利欧鼓励通过对历史数据和趋势的分析，预测系统可能的未来行为，这有助于制定更为有效的决策和战略。风险管理。系统性思考要求对系统中的潜在风险有清晰的认识，了解系统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可能对整个系统造成的影响，有助于采取相应的风险管理措施。通过系统性思考，个人和组织能够更好地理解复杂的系统，做出更明智、全面的决策，并更好地适应变化的环境。在原则中，瑞达利欧强调了风险管理的重要性。这是指在投资和决策中要认识、量化和有效地管理各种风险。以下是关于风险管理的详细描述。分散投资。达利欧强调分散投资的重要性，即将资金分散投放到不同的资产类别或市场中，以降低整体投资组合的风险。这有助于减缓某一特定领域或资产表现不佳所带来的损失。建立决策规则。达利欧提倡建立决策规则，明确在不同情况下应采取的行动，这样可以避免在紧急情况下做出仓促和情绪化的决策，有助于更冷静、理性地面对风险。识别和量化风险。风险管理的第一步是识别和量化风险。达利欧鼓励投资者和决策者认真分析各种可能的风险，评估其概率和影响，以便更好地准备和归变。建立透明度。透明度是风险管理的关键要素。组织应该建立透明的文化，
确保所有相关方都能够获得必要的信息，了解当前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制定风险应对策略。风险管理不仅仅是关于识别和量化，还包括制定应对策略。达利欧建议制定在各种情况下可以采取的应对措施，以最大限度地减小负面影响。持续监测和调整。风险管理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达利欧鼓励持续监测市场和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风险管理策略，以适应新的情况和挑战。学习和改进。从经验中学习是风险管理的一部分。达利欧认为，每次经历风险事件都是学习的机会，可以从中吸取教训，调整风险管理的方法，并不断提高对未来挑战的能力，避免极端激进或保守。达利欧建议在风险管理中避免极端的激进或保守态度，要在保持谨慎和冒险之间找到平衡，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风险管理策略。通过有效的风险管理，组织和个人能够更好地应对不确定性，最大程度地保护资产，并提高长期投资和决策的成功率。在原则中，瑞达利欧强调了理解周期性的概念，特别是在经济和市场方面。以下是关于理解周期性的详细描述。经济周期的认识。达利欧指出，经济是周期性的，即经历繁荣、衰退、复苏和衰退等不同阶段。理解经济周期有助于更好地预测和适应不同经济环境下的市场变化。研究历史数据。达利欧建议通过研究历史数据来了解经济周期的模式，通过观察过去的经济走势，可以更好地理解在不同阶段采取何种策略，以及如何调整投资组合。根据周期调整投资策略。达利欧认为，投资者应该根据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调整其投资策略。在经济繁荣时，可能更倾向于风险投资，而在衰退时可能更倾向于保守投资。借鉴其他领域的周期性模式。达利欧认为，不仅仅经济有周期性，其他领域也存在类似的模式，例如技术、社会和政治等领域都可能经历周期性的变化。了解这些模式可以帮助更全面地理解整体环境，预测未来趋势。通过对周期性的理解，达利欧鼓励人们更好地预测未来的趋势。他提倡运用历史数据和模型，以便更准确地估计在不同经济阶段的市场表现。灵活调整策略。达利欧认为，在理解周期性的基础上，投资者和决策者应该保持灵活性，及时调整他们的策略以适应不同的市场环境。这可能包括调整资产配置、风险管理和决策规则等方面。逆周期思维。达利欧强调逆周期思维的重要性。在市场出现过度繁荣或过度衰退时，采取相对反向的策略，以更好地应对市场波动。不断学习和调整。经济和市场的复杂性使得理解周期性需要不断学习和调整。达利欧鼓励个人和组织保持对市场动态的敏感性，及时调整他们的认知和策略。通过理解周期性，投资者和决策者能够更好地把握市场的变化，制定更为有效的决策和投资策略，以适应不同经济环境下的挑战和机遇。在原则中，瑞达利欧强调了成为问题解决者的重要性。以下是关于成为问题解决者的详细描述。积极主动面对问题。成为问题解决者首先需要积极主动地面对问题。达利欧认为，问题是不可避免的，而积极面对问题并主动解决是成功的关键。
分析问题根本原因。解决问题不仅仅是处理表面现象，还需要深入分析问题的根本原因。达利欧强调对问题进行细致的分析，找出导致问题的根本原因，以便采取更有效的解决方案。团队合作和合力，问题通常需要团队协作来解决。成为问题解决者意味着懂得与他人合作，发挥团队成员的优势，形成合力，以更好地解决复杂的问题。善于提问和倾听，成为问题解决者需要善于提问和倾听。通过提问，可以深入了解问题的本质；通过倾听，可以获取他人的观点和建议，帮助找到更全面的解决方案。实践创新和创造性思维，创新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达利欧鼓励个人和组织实践创新，采用创造性的思维方式，以找到独特而有效的解决方案。灵活应对变化，成为问题解决者需要灵活应对变化。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问题可能随时发生变化，解决方案也需要随之调整。灵活性和适应性是成为问题解决者的重要素质。寻找机会在问题中，达利欧鼓励在问题中寻找机会。他认为，每个问题都是一次学习和成长的机会，而真正的问题解决者能够从问题中找到潜在的机遇，并将其转化为积极的结果。不断学习和改进，成为问题解决者需要持续学习和不断改进。达利欧强调，通过每次解决问题的经验，不断学习，调整方法，提高解决问题的效率和质量。通过培养这些能力和态度，个人和组织能够更好地应对复杂的问题，迎接挑战，并取得更为持久的成功。在原则中，瑞达利欧强调了演化和学习的概念，鼓励个人和组织不断学习、适应和演化。以下是关于演化和学习的详细描述。持续学习的文化。达利欧认为，建立一个持续学习的文化是组织成功的基石。个人和团队应该不断追求知识和经验，将学习视为一种常态而非一次性的事件。适应变化。演化和学习的核心是适应变化。由于外部环境和市场条件的不断变化，组织和个人需要灵活地调整战略、方法和行为，以适应新的情况。通过错误学习。达利欧强调，从错误中学习是进步的一部分。遇到问题或失败时，应该深入分析，找出问题的原因，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并调整方法以避免再次犯同样的错误。建立反馈机制。演化和学习需要建立有效的反馈机制，及时获取他人的意见和反馈，借此改进自己的表现和决策，是不断学习和演化的关键。审慎决策。达利欧提倡在决策过程中考虑未来的可能性，并审慎地制定战略和计划。这需要对过去的经验进行反思，并在决策中运用这些经验教训。保持谦逊。演化和学习的过程需要保持谦逊。达利欧认为，对于自身的能力和知识，要有开放的心态，不断寻求他人的意见和帮助，以便更好地学习和演化。反思和调整。达利欧鼓励在每个决策和项目结束后进行反思，这包括审视成功和失败，找出可以改进的地方，以便在未来的决策中更加明智地行动。适应技术和社会变革。随着技术和社会的不断变革，演化和学习也涉及到适应新的趋势和创新。
个人和组织应该密切关注新兴技术和社会变革，及时调整战略和业务模式。通过演化和学习，个人和组织可以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不仅保持竞争力，还能够在不断学习中实现更大的成就。